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是否曾住过一间让你感到毛骨悚然的房子？是否曾遇到一位神秘的房东，他的笑容带着难以言喻的不安？这些看似普通的房子里，藏着的也许不只是破旧的墙壁和霉味，还有你无法理解的恐怖存在。那是我刚搬到新城市工作后租下的第一个房间，一个看起来还算舒适的单人公寓，位于一栋旧楼的4楼。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姓陈，说话的语调总是轻声细语，态度也算和善。但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起，就感觉他身上有股说不出的怪异气质，仿佛有什么藏在心里的秘密。签租月那天，他带我查看房间，整个过程都很正常，直到他指着走廊尽头的一扇木门，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这扇门平时锁着，你没有必要进去，那里是我的私人空间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并没有太在意，毕竟房子是他的，有个锁着的私人房间似乎也合理。接下来几天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房子虽旧，但住起来倒也安静。唯一让我有些不适的是夜晚时分，走廊总会传来轻微的声响，像是某种摩擦声，又像是人轻轻的走动。我曾经几次开门查看，但走廊空无一人。某个周五晚上，我回家后早早就洗漱睡下。大约凌晨2点，我突然醒来，感觉房间里的空气有点不对劲，浓重而潮湿。我躺在床上，耳边传来轻微的声音，那种摩擦声又一次从走廊传来。这次我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，决定彻底弄清楚那声音的来源。我悄悄打开房门，走廊一片漆黑，只能依稀看到尽头那扇锁着的木门，声音似乎就是从那里传来的。我壮着胆子靠近，发现木门底部竟然有一道缝隙，缝隙里隐约透出一丝微弱的光。我心跳加速，用耳朵贴近门板，里面传来一阵低低的呢喃声，像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，但我听不清内容。突然，声音停了，房间里安静的仿佛时间凝固了一般。我猛地往后退了几步，差点撞翻了放在走廊上的一盆植物。第二天，我鼓起勇气问房东陈先生：“你昨天半夜在那房间里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：“我住在楼下，晚上没有上来。你是不是做梦了？”他的回答让我感到一丝不安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几天后，我在房间里打扫时，无意间发现了地板上一些细微的划痕，划痕从走廊方向延伸到我床边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夜里被拖进了我的房间。我浑身发冷，决定这天晚上守着不睡，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。半夜，摩擦声果然又响起了，这次更加清晰，仿佛就在门外。我拿着手机录音，轻轻打开房门，声音再度消失，但那扇锁着的木门的缝隙里仍然透着光。我尝试用手机的手电筒照过去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几天后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趁着房东不在的时候，试图打开那扇门。我试了几次，锁头纹丝不动，但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忽然感觉锁头似乎有些松动。我转动把手，门竟然悄无声息地开了一条缝。门内是一间狭小的房间，光线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我用手机照明，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旧沙发，一张破桌子和几个箱子。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，房间的角落里竟然放着几个蜡烛台，每个蜡烛台上都摆着点燃的红色蜡烛，蜡油流淌在地板上，凝结成古怪的图案。就在我准备退出房间时，我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轻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滑动。我转身用手机四处扫视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但当我低头看地板时，却发现那些蜡油的痕迹像是动了起来，缓缓拼成了一个形状。那是一个人脸的轮廓，正在用一双空洞的眼睛注视着我。
我迅速冲出了房间，把门重重关上。当晚，我把所有的行李都收拾好，准备隔天一早搬出去，违约金什么的都已经想好了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带着行李正要下楼时，房东陈先生突然出现在楼梯口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他的脸色阴沉，语气冷冷地问：“你是不是进了我的房间？”我心虚地摇头，但他仿佛看穿了我的谎言。他微微一笑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能擅自进去的。”他的笑容让我毛骨悚然，仿佛他知道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。我最终还是离开了那里，但那晚的经历始终挥之不去。几个月后，我偶然在网上查询那栋楼的历史，发现它曾经是一家私人诊所，主治精神疾病的患者。有记录显示，诊所的最后一任医生就是姓陈，并且在诊所倒闭后，他因涉嫌非法实验被吊销执照。我这才意识到，那个房东陈先生可能就是当年的那位医生，而那扇房间的门后，或许隐藏着一些更加恐怖的真相。我庆幸自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我和3个朋友一起合租了一间3层楼的房子，那是一栋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建筑，外墙斑驳，窗户的边框上还能看到剥落的漆皮，但内部空间宽敞，租金也相当便宜。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，身材瘦削，脸上永远挂着一抹让人难以捉摸的笑容。签约的时候，她特别强调3楼的房间不能使用，那是我的私人储藏室，里面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，你们没有必要上去。我们当时也没有多问，毕竟房东的私人空间，我们理应尊重。住进去后的前几天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我们4个人忙着整理自己的房间，适应新环境，每天有说有笑，气氛轻松愉快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到了夜晚，整栋房子仿佛突然变得不一样了。空气中多了一股湿冷的味道，楼梯上的木板偶尔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这声音来得诡异，总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人在楼上走动。第一次注意到异常的是我的朋友阿杰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问我们：“你们有没有听到3楼有声音？”我们当时都摇头，但他坚持说，昨晚他睡得迷迷糊糊时，听到有人在3楼轻轻地踱步，还有低声说话的声音。我们笑他可能是做梦了，但心里不免有些发毛。毕竟那扇通往3楼的门平时都锁着，谁会半夜跑上去呢？几天后，我开始亲身感受到那些怪异的声音。夜深人静时，3楼总会传来些莫名的动静，有时是脚步声，有时是物体被拖动的声响，还有时是某种轻轻的低语声，像是2、3个人压低声音在讨论什么。那声音低得像风，断断续续，让人分辨不清具体内容。我们几个人渐渐开始变得神经质，每晚总忍不住窃窃私语，猜测3楼到底藏着什么。阿杰提议说，不如找个时间偷偷上去看看，但我们其他3个人一致反对。毕竟房东明确说过3楼不能动，我们也没有胆量挑战这条规则。然而好奇心总是压不住的。某个夜晚，我从睡梦中被一阵奇怪的响声惊醒，声音来自楼梯口，仿佛有人正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下走。我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，那脚步声很轻，但每一下都踩在我的神经上。我掀开被子，走到门口，轻轻打开一道缝往外看。走廊里空无一人，但那脚步声明明还在，它像是从空气中传来，飘忽不定。我心跳加速，彻底睡意全无。隔天一早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杰，他立刻兴奋起来，认为这是我们探查3楼的最佳时机。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这样被吓得睡不住觉，他说我们得搞清楚上面到底是什么。那天晚上，我们4个人聚在2楼的客厅里，决定一起行动。阿杰准备了一把螺丝刀，打算敲开3楼的门锁。我们都紧张的不行，
但又抑制不住那份强烈的好奇。到了深夜，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3楼门口，阿杰用螺丝刀撬了几下，门锁竟然轻易地打开了。门后是一条昏暗的走廊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。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3楼的空间很简陋，墙壁斑驳，地板上覆满了灰尘，显然很久没有人来过。房间里堆着几个破旧的箱子和一些覆满灰的家具，但除此之外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就在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，准备离开时，一个异常的现象发生了。靠墙的一面大衣柜门突然吱呀一声自己打开了，我们被吓得全都愣在原地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柜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面黑色的布幔垂下，布幔后面隐隐约约露出一道小门。阿杰咬着牙走上前去，掀开布幔，推开那扇门。门后是一间小小的密室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地板上画着一个奇怪的图案，像是某种符咒。房间的墙角摆着几个蜡烛台，蜡烛已经烧光，仅留下黑色的烛油痕迹。我们正感到困惑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低低的声音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耳边低语。我们惊恐地四处张望，但什么都没有看到。阿杰压低声音喊了一句：“快跑！”我们4个人争先恐后地冲下楼，根本不敢回头。回到2楼后，我们几个人都气喘吁吁，脸色惨白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我们再也不敢提起3楼的事情，更别说再上去。第二天，房东来收房租时，他的眼神在我们身上扫过，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。他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：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我们都低着头，谁也不敢回答。几个星期后，我们陆续搬离了那栋房子，彼此也渐渐失去了联系。我始终忘不了那晚在3楼看到的那些符号和听到的那些声音，还有房东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容。有一次，我偶然查到一条关于那栋房子的旧新闻，报道中提到，那里曾经发生过一起诡异的凶杀案，几名租客在3楼神秘失踪，警方最后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些血迹和未完成的祭祀道具。据说，那位房东曾是一名巫术爱好者，与这些失踪事件脱不了干系。至此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们能安全离开那里，也许已经是万幸了。而那3楼密室里的秘密，或许还隐藏着更多我永远不想知道的答案。当我第一次搬进那套2手房时，满怀期待。这是我为自己买下的第一套房子，虽然是2手的，但装修得体，地段也好，价格更是非常诱人。卖家是一对中年夫妻，态度友好，回答问题时彬彬有礼。唯一让我有些疑惑的是，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卖掉这么好的房子时，他们的回答有些闪烁，仅仅说我们需要搬到别的地方生活，这里已经不适合我们了。我心中隐约觉得有些不对，但房子的条件太吸引人了，我很快签下了合同。搬进去的头几天，一切看似正常，房子宽敞明亮，邻居们虽然有些冷淡，但也彬彬有礼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些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。首先是外卖员经常找不到我的住址，尽管我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地址无误，但他们总是迷路，甚至有一次外卖员迷茫地问：“这里真的有这个单元吗？”地图上根本查不到。接着，我发现邻居们的态度有些古怪。白天见面时，他们会友好的微笑，但当我夜晚站在窗边时，总能感觉到对面的窗帘后有目光注视着我。那种目光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，让我感到背脊发凉。除此之外，夜晚的房子也变得异常起来。墙壁里时不时传来低沉的响声，像是水管流动的声音，又像是有人在轻轻敲击墙壁。我试着告诉自己，这只是老房子正常的声音，但每当夜深人静时，那些声音却变得愈加清晰，甚至带着某种节奏，
仿佛有东西在墙壁里缓慢移动。这些异常并没有让我想立刻搬走，但它们像是一个个隐藏的暗号，悄悄地侵蚀着我的神经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我终于亲眼看到了不可解释的现象。那晚，我在浴室里洗澡，隐约听到外面传来低沉的脚步声，那声音从客厅方向传来，一步步地向浴室靠近。我屏住呼吸，透过磨砂玻璃往外看，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晃动的影子。影子很快消失，但当我鼓起勇气打开浴室门时，客厅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茶几上的杯子被移动了1寸，像是刚刚有人碰过。我越来越不安，开始搜寻有关这套房子的过去。一番调查后，我发现这间房子的前主人是一位年轻女子，几年前被发现死在卧室里。警方的报告中并没有找到任何外来闯入的痕迹，唯一奇怪的是，卧室的墙壁上有几道长长的抓痕，仿佛是人用指甲抓出来的。这些资讯让我背后直冒冷汗，但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我在卧室里发现的一本旧日记。日记的主人记录了他搬进房子后的经历，从墙壁里的声音开始，到后来他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站在他身后的模糊黑影。他写道：我能感觉到他越来越近，他就在这里，在看着我，但我却什么都没有办法做。日记的最后一页提到，他在卧室的地板下找到了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几样诡异的东西，包括一撮黑色的头发和一张破损的照片。他在日记里警告，这些东西可能和这房子里的诅咒有关。那晚，我鼓起勇气撬开卧室的地板，果然找到了那个小盒子。盒子里的东西和日记描述的一模一样，一撮头发，一张模糊的照片，还有一个生锈的戒指。当我触碰这些东西时，房间里的灯突然熄灭，耳边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叹息，好像有人就在我身后。我惊恐地逃出了房子，那一夜几乎莫闭眼。隔天，我找到一位研究灵异现象的朋友，请他来帮忙。他检查后告诉我，这些物品可能是某种祭祀的道具，特别是照片上的模糊身影，好像是一个女子的轮廓。我问他该怎么办，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。我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但当火焰点燃的一刻，墙壁里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尖叫声，那声音高亢而凄凉，仿佛在极度痛苦中撕裂开来。尖叫声过后，房子恢复了平静，那些诡异的声音也消失了。然而，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。几周后，我将房子挂在二手房网站上出售。某天，一位买家来看房，他站在卧室里停住脚步，回头低声问我，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女子住过？我愣了一下，问他为什么这么说。他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他站在窗边对着我笑。那一刻，我的脑袋轰然作响。我明白了，这间房子里的秘密并没有被解决，它依然潜伏着，等待着下一个受害者，亦或是我才是那个逃不掉的受害者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